沈幼楚是我名义上的妹妹，实际上的童养媳。我妈怕她跟别人跑了，给她下药将我们关在一起，结果导致她错失了她心中的真爱。后来她把我妈像狗一样锁进了地下室，逼得我求死不能，被她囚禁。这辈子咱们都不会分开了，满意了吗，哥哥？一片血泊之中，我再次睁开眼，回到了我妈给她下药的这一刻。我趴在地上，头发被扯着向后拉，被迫抬起头，脚踝上的铁链发出叮当的撞击声。沈幼楚凝视着我痛苦的表情，笑得阴翳。沈浩然，绝世想自杀是吧？你一天不吃饭，我就让人多折磨你妈一天。我倒要看看是你身子硬，还是你妈妈。我木然地动了动眼球，突然开了口：“妹妹。”沈幼楚的手猛地一顿，声音越发冷了下去：“你叫我什么？不管是之前也好，现在也好，20多年来，我从没叫过沈幼楚妹妹。从小就当成媳妇养的人，我怎么会管她叫妹妹？但今天我想叫了，妹妹。”我淡淡勾起唇角，眼神越发空洞。7年了，还不够吗？当年下药事情过后，沈幼楚就心甘情愿地嫁给了我。我爸过世比较早，他对我和我妈非常好，一心一意地跟我一同管理着公司，平静的让我们都以为他半点不恨。直到那年的除夕，他在年夜饭里下了药，囚禁了我和我妈的同时，吞并了我们的股份，彻底接管了我家的公司。从那天开始，这场名为仇恨的报复整整持续了7年。最开始时，我提过离婚，提过补偿，也试过各种各样的自杀，可最后却只能被逼着全部放弃，因为沈幼楚的手里攥着我妈的命。其实我不是故意不吃饭，是真的吃不下，胃癌晚期，是真的疼。你觉得够吗？沈幼楚冷冷地笑了笑，反手扇了我一个耳光，却又将一碗温热的粥递到我嘴边，逼着我喝。沈浩然，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够，你们不是怕我跟别人跑了吗？我跟你保证，这辈子咱们都不会分开了，满意了吗，哥哥？我被强行摁着喝了半碗粥，却又不可抑制地吐了出来。沈幼楚脸色越发难看，猛地扯开我的衣服，翻身压到了我身上。不吃饭是吧？行，那就继续。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沈幼楚既然恨我，为什么这7年来却又不找别的男人，反倒是报复式的给我下药，跟我上床，情潮翻涌。我手背上绷起了青筋，身体愉悦的同时，心里的痛楚却也翻倍，直到胃中翻搅的血腥气再也无法压抑，鲜血从口中溢出，滴溅在纯白的床单上。沈幼楚惊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伸手不停地擦着我唇边溢出的鲜血，可结果却是越擦越多。沈浩然，沈浩然，你怎么了？身体颓然倾倒，我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炫目的水晶灯，解脱般的笑了。沈幼楚，你我这辈子两清了，放了妈妈吧。头好晕，但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很重。我皱了皱眉，缓缓睁开了眼睛，入目是熟悉又久远的天花板。我不禁愣了愣，我居然还没死吗？沈幼楚这是把我带到哪里了？看着不像医院，也不像是他用铁链关了我7年的卧室，反而更像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家。哥，我好热。沈幼楚娇滴滴的喘息在耳边响起，我浑身猛地一颤，惊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视线慌忙下移，却撞进了一双含情的水眸。明显年轻了许多的沈幼楚双目迷离，呵气如兰，一个又一个亲吻落在我的脖颈。哥，你身上好凉，好舒服啊！我的脑海仿佛劈开了一道惊雷，震得我剧烈一颤。这怎么这么像沈幼楚被我妈下药的那天晚上？视线在屋里环视了一圈，看着那熟悉的摆设，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那天晚上。妹妹，你冷静点，你看清楚，我是沈浩然，是你哥。沈幼楚的身体猛地一顿，抬起迷离的眸子，迷茫地看了我几秒，红唇不满的嘟起，一个劲地往我怀里蹭，手也不老实起来。我难受，你帮帮我呀！手被拉着摁到他的胸前，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上辈子的这天，我胃疼，吃了我妈给的药，也失去了理智，这辈子可断断不能再犯错了。砰！我抓起床头装满了许愿星的玻璃瓶，拿准了力道，精准地敲在了沈幼楚头上，不至于出事，但也足够打晕沈幼楚。玻璃破碎，手碟的纸星星散落了满床，沈幼楚的身体骤然压上我，而后软趴趴的失去了意识。我仰着头，大口大口的喘息，劫后余生一般的闭了闭眼睛。还好，还好。身体传来异样的燥热，我急忙翻身下床，冲进浴室打开了凉水，终于压下了体内的燥热。胃疼加上受凉，我只感觉头晕目眩，强撑着从浴室出来，却听见屋里有什么东西在震动。仔细看了看，是沈幼楚掉在地上的手机。我踉踉跄跄的走过来，弯下腰准备去捡，却不成想，紧接着脑袋就是一阵天旋地转，身体骤然摔倒在地。失去意识前，我想起来了，震动的是什么？沈幼楚的手机，打电话的应该是他暗恋许久的白马王子谢立安。哎呦，立安来了呀，来找楚楚弟。来，进屋进屋。交谈声从屋外传来，似乎是我妈在迎接客人。我捂着发闷发疼的脑袋从地上坐起来，外面已然天光大亮，杂乱的脚步声朝着我房间步步走来。楚楚在浩然房间呢？啊，这么早？他去沈浩然房间干嘛呀？意识瞬间清醒，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坏了！谢立安是我们家曾经的邻居，一个大院住了谢、白、沈3户。沈幼楚跟谢立安都属于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两人打小斗嘴斗狠斗成绩，从高中斗到了大学，看着像是水火不容的冤家，但其实只差了那么一层窗户纸。谁都清楚我爸收养沈幼楚的目的是为了提前给自己养个媳妇，所以沈幼楚跟谢立安约定好了，大学毕业这天就向我妈坦白，我家的养育之恩他会报，但绝不会用以身相许的方式来报。结果沈幼楚被我妈下了药，始终没接电话。谢立安担心他出什么事，所以就在第2天早上亲自找上了门，然后就被我妈刻意带领着，见证了这满床的惊喜。谢立安心灰意冷，回家接受了家族联姻，娶了别人。沈幼楚则带着无尽的悔与恨，与我纠缠了7年。床上突然传来一声闷哼，昏迷不醒的沈幼楚动了动，而后皱紧了眉头，坐起身来，伸手摸了摸后脑勺，茫然的瞳孔渐渐聚焦，最后定在了我的脸上。沈幼楚的身体猛然一僵，眸底显着清晰的剧颤。沈浩然，他猛地扑过来，双手剧烈颤抖，胡乱地摸着我的脸，我的嘴唇像是在擦什么东西，语调愤怒，却隐约有些颤抖。谁准你吐血的？你病了为什么不跟我说？没我准许，你连死都不能死，听见了吗？你要是敢死，我就折磨你妈，让她生不如死。
一字一句如同惊雷在我耳边炸响，我的身体猛地僵住了，心间不可抑制地颤动起来。沈幼楚，你也重生了，对吗？没等我说完，房门已经被拧开，门外的人眼看着就要进来。我身上现在只穿了一条内裤啊，这要是被看到，可真解释不清了。我心下一急，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把沈幼楚拽下床，而后自己跳上来，快速抽过被子，将我近乎赤裸的身体完全盖住，散落满床的纸星星被抖落，不少都掉在了床下。楚楚，你没事吧？谢丽安进门看到摔在地上的沈幼楚，吓了一跳，急忙过来扶他。沈幼楚却傻了一般的盯着他，半晌才不可置信的喊了一声：“丽安。”谢丽安点点头，脸上闪过一丝担忧。昨晚给你打电话，你一直没接，我怕你出事，就来看看。沈幼楚的瞳孔骤然一缩，紧接着做出了跟我同样的反应，不敢相信的环顾了一下整间屋子，显然是在消化重生的事实。但没重生的我妈反应却要比他还大，见我们没有睡在一起，声音都高了几度。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没有？妈，我急忙打断他，妹妹刚给我送的胃药被我不小心打翻了，你重新给我冲一杯吧，顺便叫阿姨进来把碎片扫扫。哎，可惜了，这星星罐也一起碰碎了。说着，我抬眸看向明显松了口气的谢丽安，笑了笑。丽安是来找楚楚的吧？谢丽安点了点头，偏头看向沈幼楚。沈幼楚此时已经彻底回过神来，动作缓慢的深吸了一口气，看着他的脸，嗓音低哑：“丽安，好久不见。”沈幼楚跟谢丽安出去聊了，临出门前却还特地坚持要把我房间的玻璃碎片扫干净，包括那些散落满地的手工星星，仔仔细细，一颗没落。拎着垃圾袋出门时，回头深深看了我和我妈一眼，眸色幽深晦暗，但最终什么都没说，缓缓关上了房门。我也没管，直瘫在床上，劫后余生似的长呼一口气，吓死！浩然，我妈脸色惨白，坐在我床边，叹了口气：“你不是喜欢楚楚吗？为什么不留她吗？”我眸子不禁微颤，心底浮现熟悉的闷痛，但更多的是释然。可她不喜欢我呀，这种事情强求不来的，咱也不能太挟恩图报，强买强卖不是？我妈却捂着脸，有些不甘心。楚楚万一真跟谢丽安结了婚，你怎么办？咱家辛辛苦苦栽培起来的儿媳妇，就这么给别人做了嫁衣。我心里清楚，我妈其实也不光是觉得可惜，更是不舍得我爸分给沈幼楚的那些股份，到底是真心当媳妇养的。我爸临终前还是给了沈幼楚一笔保障的，虽然也不是很多，但谁乐意白给呢？更何况沈幼楚要是嫁了人，这部分股份可就落到她婆家手里了，凭啥？可是妈，我叹了口气，你这么算计楚楚，不怕她恨你吗？到时候母女变仇人，她悄悄搓磨你，欺负你怎么办？你啊，还是信你自己儿子才最靠谱。我妈抽噎的动作顿住了，盯着我凝视了半晌，最终道：“也是，儿子你放心，妈一定给你找个好媳妇。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妈。”一直到晚上10点半，沈幼楚都没回来。谢丽安在8点多就更新了朋友圈，配图是沈幼楚柔美的侧脸，配文是：“你值得我勇敢。”我默默点了个赞，留下了真心实意的评论，祝你们长长久久。然后没过多长时间，电话就响了，听筒里的声音娇俏温柔，却言简意赅。出来，我在你家门口。我从床上捞起外套穿上，刚要出门，我妈却突然来了精神似的：“浩然，是宁冰吗？”我点头，握着门把手的手停了几秒。白宁冰，谢白，沈三家里的白家小姐，我的青梅竹马，上辈子。谢丽安对沈幼楚死心之后，回家选择了跟白宁冰联姻。也正是因为这样，沈幼楚一直都很记恨白宁冰，疯狂地针对他。两个人上辈子几乎是斗得两败俱伤，我妈却浑然不觉我的异样，反倒是来了劲。我瞧着宁冰就不错啊，知根知底的，家境也合适，咱两家门当。咔嗒，房门突然从外面打开，轻轻撞了我一下。沈幼楚紧接着开门进来，身上带着初秋的寒气，手里还拎着2份打包好的炒粉，是我跟我妈最爱吃的那家。她看了看我身上的外套，声音清冷：“这么晚了去哪儿？”我顿了顿，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上辈子谢丽安和白宁冰联姻之后，早早就淡出了我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们婚后过得是不是幸福，只知道沈幼楚从那之后就一直不待见白宁冰，每次跟他遇见，沈幼楚的心情都很差，回到家就一言不发地折磨我。出去走走，我抿了抿唇，没说我要见谁，只默默绕过沈幼楚，开门出去了。沈幼楚换了高跟鞋进屋，将炒粉放在桌上，神态如常：“妈，我给你们带了夜宵。”我妈的眸子颤了颤，眼底有些湿润：“楚楚，昨晚妈是害怕。”妈，沈幼楚笑了笑，打断了他：“我明白的，也请你相信我，你们收养我的恩情，我一直都记得。不管我最后跟谁结了婚，我都不会离开你和哥的。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妈哽咽着，连连点头，刚要开口，却又听见沈幼楚一边拆着一次性筷子，一边状似不经意地问道：“哥这么晚了自己出门，也不知道安不安全？”“放心吧。”我妈笑了笑，他是去见宁冰。楚楚，你说浩然跟宁冰成的概率大不大？我瞅着他俩还挺般配的。咔嚓，沈幼楚手中的一次性筷子断成了2截。昏黄的路灯下，一辆银色轿车安静停在路边，驾驶室的车窗降下一半，露出半张倾国倾城的绝美侧脸。见我出来，女人淡淡的冲副驾驶歪了歪头。上车，我抿唇垂眸，拉开车门坐进车里，紧绷的身体莫名放松下来，轻轻呼了口气：“去看日出吗？”白宁冰温柔的嗓音在车厢里响起。我愣了愣，摇头说：“不看。”白宁冰偏头瞥了我一眼，找地方喝酒，哭一场。我摇头叹气：“不用，真的不那么难受。”我不否认，我还是难受的，但也是开心的。白宁冰诧异的看了我一眼，显然不信。你最好是，我也知道他不信，毕竟他知道我有多喜欢沈幼楚，知道我之前有多一门心思的在等着娶她。现在沈幼楚跟谢丽安确立了关系，白宁冰觉得我会难过，也是正常的。宁冰，虽然这话可能有点突然，我是真的不喜欢沈幼楚了。他跟谢丽安在一起，我这个当哥的很开心。白宁冰抿了抿红唇，葱白一样娇嫩的食指收紧，眼神悠悠的偏头看了我半天，突然眉头末尾道：“我前天送你的星星罐打开过吗？”我猛地一顿，神情有些尴尬。打是打了，开也开了，但应该不算是打开。白宁冰满脸的疑惑，解开安全带，侧身靠近我，我俩的距离挨得
得很近，近到如果从车窗外看，简直就像是在接吻。白宁冰凝视着我的眼睛，声线居然有些紧张。什么叫不算打开？你不会送别人了吧？我愧疚地呀了一声，没送人，就是。身侧的车门骤然被拉开，我都还没反应过来，胳膊就被猛地拽住向外拉。我没有防备，只能顺着这个力道出来了。车门咣当被甩上，车外的沈佑楚一身黄色高定连衣裙，神情却是严肃冷漠，拽着我胳膊的那只手用了极大的力气，指甲都快掐进我肉里了。沈浩然，你让他吻你，你居然同意他吻你，你答应他了？我愣了，他没吻我呀？怎么，楚楚这是看不上我做你嫂子？车子里，白宁冰妩媚地挑了挑眉，神情带着挑衅的意味，隔着半降了车窗的车门，悠悠地看向沈佑楚，声音仍旧温柔，却句句带刺。楚楚自己谈了恋爱，还要管你哥哥谈不谈？这么关心你哥，不怕你家立安吃醋？沈佑楚眉头皱紧了，语气不善。我关心自己的哥哥，与你无关。白宁冰勾唇笑了笑，当真是哥哥吗？沈佑楚的神情倏地沉了，红唇紧抿，我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妹妹啊，咱回家吧。白宁冰是无知者无畏，可我心里清楚啊，沈佑楚这态度，摆明了就是带着上辈子被白宁冰夺爱的怨念，再这么聊，动起手来也是绝对有可能的。沈浩然，白宁冰却深深地看了我拉着沈佑楚的那只手，眼底冰凉。最后难得飙了粗话，老娘信了你的邪，说个屁的不喜欢沈佑楚了，骗子！油门发出嗡响，车子如离弦的箭般开走。我看着车尾灯消失在拐角，不禁叹了口气。白宁冰啊，你对沈佑楚膈应你的程度一无所知，我这是保了你的命呀，这么不舍得。沈佑楚凉凉的声音从我身侧响起，我莫名其妙地瞥了他一眼，他这辈子又没抢你心上人，至于这么剑拔弩张？沈佑楚抿了抿红唇，静静凝视着我，却没说话。我不禁叹了口气。说实话，从醒来到现在，我跟沈佑楚居然这时候才有机会独处，有机会把重生这件事摊开了聊。楚楚，上辈子算计你，是我们不好，一切都是我们活该，但该赎的罪，我跟我妈也算是赎过了。这辈子你好好谈你的恋爱，咱们两不相欠，各自重新开始，你说呢？我说的真心实意，但沈佑楚的眸子却莫名暗了下去，粉拳依旧紧攥，红唇也微微咬紧，似乎在隐忍什么情绪。我皱了皱眉，上辈子的7年没解气，这辈子还打算继续报复我和我妈。我抿唇，迎着月光，郑重且认真地望进她的眼睛。妹妹，祝你这辈子能和妹夫过得幸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沈佑楚的眸底深深颤动，沉默半晌后，紧攥的手掌脱了力似的松开了。这天之后，谢立安来我家的次数变得频繁了起来，虽然我有心躲避，但总也是会碰见几次。尤其是这天，我正在门口的穿衣镜前整理着发型呢，一身白色休闲服，明显精心捯饬过的谢立安刚好进门，看我的眼神变得有些怪异。浩然哥，是要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吗？不是，我懒懒地打了个哈欠，只感觉莫名其妙。你俩约会，我去干嘛？我今天约了医生，去医院看胃。上辈子我最后得了胃癌，只怕从这时起的胃疼就已经开始埋下祸患了。重活一世，我得好好惜命。谢立安这才松了口气似的，脸色缓和了许多。哦，这样啊。反倒是正在拿包包的沈佑楚听到我这话，动作一顿，哥，我们陪你去吧。不用，我张嘴才刚发出一个音节，谢立安面露难色的开了口。可是楚楚，医院跟影院是2个方向，会来不及，要不咱们改天再去影院吧。浩然哥的身体最重要，你们不用管他。我妈刚好从厨房里洗了水果出来，她今天有约会。沈佑楚的眉心微微一拧，谢立安也诧异的看向我，眼睛很亮。浩然哥，你有喜欢的人了？我有些心虚地点了点头。对个屁，我才没约会。所谓约会，不过是搪塞我妈的借口而已。但我没想到的是，我刚出了门准备去开车，白宁冰的车居然就停在门口。可能因为今天不上班，她并没穿那板正的职业套装，而是换了身粉色的裙子，乌黑的长发也散落下来，显得格外妩媚漂亮。你怎么来了？我坐上副驾驶座，满脸的震惊。白宁冰挑了挑眉，扔给我一袋小笼包，语调悠悠。我妈今天早上特地把我叫起来，让我跟你约会别迟到。对，感情我妈这就跟白妈妈提前串我了。你妈想撮合咱俩？白宁冰平静地说了个陈述句，我不禁大汗，伸手捂了捂脸。白宁冰是律师出身，我家那点情况，他指定一眼就看得明白。你爸刚去世，有一心，不服你上位的前辈肯定很多。你要想安稳接手公司，最好是找个强有力的妻子成家，或者是联姻。沈佑楚现在跟谢立安在一起，就注定了是外人了。所以你妈相中我了。白宁冰分析的都对，我无言以对，叹了口气道：放心，我自有办法，咱俩不用。我话还没说完，白宁冰突然说可以。突然的2个字，说的我差点没反应过来。什么？一直到从医院检查完回来，我都没再跟白宁冰交流过哪怕一句。毕竟被女孩倒追，我这还是头一回，而白宁冰也没有开过口。由着这份沉默在车厢里蔓延，一直到车子停在我家门口，我都打开车门下车了，他才突然叫住我，也开门下了车，踩着高跟鞋在我面前站定。沈浩然，白宁冰的视线凝视在我脸上，幽深的瞳仁映着我的道理。我是认真的。我仓皇点头，心底带着逃避。知道了。白宁冰却像看穿了我的意图似的，攥着粉拳威胁我，明天晚上8点之前给我答复，晚1分钟我就告你。啧，我伸手戳了戳他的脑袋，小丫头找死呢吧你，还威胁起我来了。白宁冰娇俏的笑了起来，抬脚撒娇似的踢了我一下，所以劝你不要轻易的割一个律师，日子会很有盼头的。我干脆把2个手腕对起来，对到他面前，没好气道：来，大美女，大律师你报警吧，抓我！手腕被抓住，猛地一拽，怀里突然撞进柔软的身体，白宁冰紧紧搂着我，脸埋在我的心口，抓着了，寂静如鸡。什么情况？砰！路口拐角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我偏头看去，就见手牵手的沈佑楚和谢立安就站在路口，谢立安的脚边倒着一个纸袋，里面的啤酒罐还在地上滚着，但我的视线却停在了纸袋中掉出一半的那盒显眼的蓝白色小雨伞盒子上。抱歉，谢立安
安一脸吃瓜的对我们笑了笑，实在太震惊了，连手里还拎着袋子都给忘记了。原来浩然哥喜欢的人是宁冰啊，般配，真般配，郎才女貌。沈右楚却皱了皱眉，眸光扫过白宁冰抱着我的胳膊，语调冷漠，在家门口腻腻歪歪的，像什么样子？抱不够了。谢立安的表情微微一滞，白宁冰却挑了挑眉，弯了弯红唇，抱不够，个鬼！我急忙松开手，松开了白宁冰。沈右楚却抿了抿唇，一脸不悦的走过来，将白宁冰从我身边挤开。检查结果怎么样？没事。我摇摇头，以后注意饮食，定期检查就不会有问题。沈右楚的神色微微缓和，点了点头。谢立安笑着上前挽住了他的腰，楚楚，咱们先进去吧，别打扰他俩约会了。沈右楚却没动，视线在我和白宁冰身上扫过一圈。大半夜的还没约完。白宁冰皱了皱眉，面上却带着笑，楚楚你管得太宽了点吧，你都跟立安回家了，还管我们？我心里一颤，生怕白宁冰说出什么过火的话，连忙拽了他一下。我回家了，宁冰你路上小心，到家跟我说一声啊。说完也不等他们反应，我扭头就自己窜进了大门，一路快走回房间。我站在窗边看向楼下，白宁冰的车已经开走，正拐过拐角。我松了口气，刚要放下窗帘时，眼睛不经意的一瞥，却发现谢立安跟沈右楚似乎是在吵架。2秒钟后，我把窗帘放下了。我大概猜得到跟我有关，毕竟沈右楚是我的童养媳这事儿，谢立安他打小也是知道的。现在纵然两人确立了关系，他肯定还会膈应我的存在的，能理解。从包里翻出手机，我想了想，还是给白宁冰发去了消息。白大律师，别忘了我今天委托你的事情很重要，请尽快。我真的很着急，急着跟沈右楚彻底划清界限。过去的虽然已经决定过去，但重生了一次，或许沈右楚能做到都没发生过那样，我不能。那7年的纠葛，我忘不了，也做不到当他不存在。而且，就算没有重生这回事，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也不适合再待在一个屋檐下，做什么一家人了。我是突然被手机铃声惊醒的，月色清浅，我睁开眼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凌晨2点37，来电人居然是沈右楚。大半夜的干嘛？我往被子里缩了缩，意识有点清醒了。不对啊，沈右楚这时候不是该跟谢立安在床上翻云覆雨吗？怎么给我打电话了？而我才刚这么想，听筒里紧接着就传来沈右楚的叫呼：立安，立安，我不行了。伴随着他的声音，还有谢立安低沉沙哑的喘息，脑子里一个机灵，我猛地睁开了眼睛，这下是彻底醒了。我才得到这电话不一定是沈右楚打的，也有可能是谢立安，但关我什么事儿啊？顶着一言难尽的神情，啪就把电话挂了。神经病啊！而我并没有听见的是，挂电话的那一瞬间，听筒里传来的那声娇媚的浩然。白宁冰带着文件来我家时，我已经处理了一上午的文件。上辈子沈右楚虽然囚禁了我的自由，但好歹公司的业务还是需要我帮忙的。上辈子的磨练倒是导致这辈子我接手我爸的公司变得更上手了。我怎么感觉你一夜之间精进了好多？最后一份文件处理完，白宁冰这才推门进来，眸中闪过浓浓的诧异。就这实力，公司指定不少人都服你了吧？我沉默笑笑，视线落在白宁冰手里的文件上，挑了挑眉。白宁冰将文件递给了我，神情莫名。按照你的要求都做好了。我把文件拆开，大体扫过一遍后，抬眸对他感激一笑，感谢白大律师的鼎力相助，考虑清楚了。白宁冰盯着我问道。我点点头，这是处理我们之间关系最好的方案。白宁冰顿了顿，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急，毕竟沈右楚跟谢立安才刚在一起。后半句话白宁冰没说，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两人最终成不成还得另说，无所谓，就算不是谢立安，换成别人，我跟沈右楚也得避嫌的。而且脑海中浮现出昨晚的那通电话，我捂了捂脸说，谢立安可急着呢。白宁冰的眉宇之间露出一抹厌恶，对着我说，你少跟他玩。我诧异的睁大眼睛，白宁冰这么讨厌谢立安吗？那上辈子为什么还跟他联姻？白宁冰说着又轻嗤一声，明知你家收养沈右楚是提前养媳妇，他还装着一脸无辜的来跟你抢，这跟小三有什么区别？这话说的就跟他没惦记我似的。我戏谑的眸子上下扫过白宁冰，他显然也反应了过来，伸手摸了摸鼻子，轻咳一声，没好气道，我跟他能一样？暗恋跟明抢是一回事吗？确认你跟沈右楚没戏之前，我喜欢你这事儿谁看出来过？他呢，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他跟沈右楚有暧昧似的。老娘连表白都是偷摸送的，你丫还没看到？最后这句话白宁冰说的很小声，我是真的没听清，可等我在追问时，他却不肯说了。白宁冰没有多待，文件放下后就走了。我把他送到了门口，他却猛地停住脚，踮起脚，微微靠近我，唇边带着笑意道，友情提醒你一下，离晚上8点只剩下5个小时了。我甩手就关了大门，走你的吧。天气变凉，穿短袖有点冷了。我搓了搓有点发凉的胳膊，摇头笑着转身，刚准备进屋，抬头却发现2楼的露台之上，沈右楚就坐在藤椅上，目光悠悠地看着我，不知道看了多久。回屋穿了件外套，上了2楼露台，拉开藤椅坐下。我将白宁冰送来的文件放在了圆桌上，这个给你。沈右楚皱了皱眉，却没拿文件，而是突然问道，真跟白宁冰在一起了？我抿唇回避了这个问题，把文件往他那里推了下，看看吧，没问题，签字就行。沈右楚露出晦暗的神色，翻开文件大概扫了一眼，秀眉出乎意料的越皱越紧。怎么，条件不合适？我疑惑地看着他，我自认为开的条件已经很优渥了，我爸给他的那部分股份，我可以不要，当做他的嫁妆，让他嫁出去也能有个底气。但有3个前提，每年他只能拿走5000万的分红，多了的我也不会给。第2，这笔股份不能转给任何人。第3，沈右楚搬出我家，此生除非是生死丧葬、天灾人祸，否则不必相见，不必相见。沈右楚唇边带着冷意，沈浩然，我凭什么便宜你？这是什么话？我气到发笑，我家养你这么多年，你转头跟别人跑了，我还能依旧给你钱，你没吃亏好吧？什么叫便宜我？而且我就不信你还能像以前一样面对我和我妈，不再见面，对大家都好。好，沈右楚猛地把文件丢到地上，眸底烧着愤怒，我从来就没好过。沈浩然，想让我签合同，
可以，我就一个要求，你不能跟白宁冰在一起。星眸瞪大，粉拳紧握，在昭示着沈幼楚的愤怒。我却满心无力，抬眸眺望着远方，将冰凉的指尖揣进衣服兜里。这事儿跟白宁冰有什么关系？沈幼楚，你根本也放不下上辈子的仇，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话音戛然而止，我愣了几秒钟，而后掏出了衣服兜里的手，手指顺便带出了刚刚触摸到的那个带着尖锐角的物体，一颗黄色的纸星星，应该是那天晚上打碎罐子时不小心掉在我外套衣服兜里唯一的幸存星。我的眸子颤了颤，慢慢的一层层拆开，一只白皙修长的手却猛地将它抽走。沈幼楚铁青着脸，快速将它撕得粉碎，瞳孔微缩。我抬眸看着沈幼楚，缓缓道：所以你早知道白宁冰在星星罐里对我表白了。几乎是在一瞬间，我脑海中过电般的闪过刚重生那天的画面，失而复得的谢丽安就在眼前，遗憾了一辈子的话马上就可以说出口的关键时刻，沈幼楚却不知道为什么坚持要先扫完我屋里所有的纸星星。在这一刻，我突然间好像有了答案，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后退了好几步。所以沈幼楚对白宁冰的敌意，有可能不光是因为白宁冰上辈子嫁给了谢丽安。对啊，白宁冰那么讨厌谢丽安，上辈子为什么会同意跟她联姻呢？难道说……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上辈子你跟白宁冰斗得两败俱伤，是为了我？沈幼楚每见一次白宁冰回来就折腾我，其实不是因为谢丽安。沈幼楚猛地上前，眸底通红，咬牙道：上辈子白宁冰来找我的每一次，都是跟我谈条件，让我放了你，跟你离婚。他说他喜欢你很多年了，既然你和我过得不幸福，为什么不离婚？我当然也知道应该离婚，可我居然不想，死都不想放了你。沈幼楚说完，像是认了输一般，突然扑进了我怀里，靠在我的胸口，轻轻抽泣。哥，我以为我是因为恨你才不愿意放你走，可当你在我面前吐血的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那一瞬间，我觉得只要你能活着，什么仇恨都不重要了。重生回来后，我也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都能重新开始了。可是沈浩然，我就连跟丽安在一起时，满脑子想的也都是你，怕你真的跟白宁冰在一起，怕你接受他，爱上他。哥，我可能真的爱上你。闭嘴！我猛地甩了他一个耳光，将他没出口的那句话给制止在唇齿。我的手掌剧烈颤抖着，摇头不停的后退。沈幼楚，你不能，我不管你要说什么，你都不能说。他不能上辈子折磨我的时候，满心都是谢丽安，这辈子有了谢丽安，又开始心心念念惦记我。沈幼楚，这辈子我只能是你的哥哥，不会有其他。我不知道这天晚上沈幼楚跟谢丽安说了什么，只知道他第二天早上来我家时脸色很难看，两人闷在屋里似乎大吵了一架，声音很大，连在书房里的我都隐约听见了。手指在键盘上流畅敲击，我看着股东们认可的夸赞，内心渐渐平静了下来。可我没想到谢丽安会突然推门进来，她最近似乎过得不太好，哪怕是用心捯饬了，但脸上的神色却很难看。我的手指停下，疑惑地看着她，妹夫，有事儿？谢丽安笑得勉强，视线从我的电脑屏幕上扫过，状似随意地问道：浩然哥，你准备带阿姨换个房子住？我抿了抿唇，对，沈幼楚不搬，那我搬好了，不会回来了，对吧？谢丽安垂眸看向我，眼底有一丝紧绷。我认真抬头看着她，笑了笑说：你大可以放心，不管以后如何，我跟我妈都会跟沈幼楚划清界限，所以大老爷们的别再搞那些没用的心思了，挺恶心的。我感觉我说的应该挺温和的，但谢丽安却莫名苦笑了起来。那我能怎么办？好不容易把她从你那里抢过来，却发现她的心里处处都是你的痕迹，瞳孔微微一缩。我恍惚间看到了上辈子的我，但谢丽安比我好一点，我没得选，而她还有，那还有必要坚持吗？跟一个心里住着两个人的女人过一辈子？谢丽安恍然笑笑，有必要，只要你消失在她的世界里，我就有把握能跟她走到最后。话语在嘴边溜达一圈，最后咽了回去。人这辈子最不该干的事，就是企图劝导并扭转别人的三观。尊重。我对谢丽安笑笑，真心实意道：祝福。我选定房子的这天，白宁冰来了，沈幼楚也来了，两人的怀里都抱着鲜花。我顿了顿，上前接了白宁冰的玫瑰。沈幼楚低头看了看怀中热烈明艳的向日葵，苦笑了一下，转身将花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抬头红着眼眶对我说：哥，能聊聊吗？我静静地与他对视了3秒，点了点头，好。白宁冰挑高了眉尾，在我耳边低声撒娇道：你到现在都还没给我答复，凭什么先跟他聊？我轻轻揉了揉他的头发，你跟他比什么？沈幼楚见一面少一面的，以后可能都不会再见了，他这来日方长的，这也要争。白宁冰显然也反应过来，撇了撇唇，小声道：那比赛完必须给我答复了，不然我真告你。寂静无人的楼梯间里，沈幼楚背对着我，纤细的身形微微颤抖，拳头紧握。我缩了缩肩膀，有点冷。哥，如果今天不是妈告诉我你们准备搬家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告诉我你们要走？会不会就是有一天我回到家，突然发现你和妈都消失了，然后我四处找，才发现原来你们早就抛下我走了？沈幼楚的声音阴哑，在空荡的楼梯间里低低回响。我垂眸抿唇，打算搬完之后再通知你的，是通知而不是告诉。新的房子买好了，新的生活我也规划好了，而规划里从头到尾没有沈幼楚。哥，沈幼楚的声音颤抖起来，你真的要抛下我吗？楚楚，我们早就不在一条路上了，又谈何抛弃呢？那如果我爱你呢？如果我已经跟丽安分手了呢？沈幼楚终于回过头来，眼眶已然通红。啪！我面无表情地扇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这就是答案，你说一次我就打一次，直到你不会再说这种疯话为止。是，身为男人我不该打女人，但说实在的，这是沈幼楚欠我的，欠我们家的。身为哥哥我应该打醒他。沈幼楚别过脸去，眼泪无声从眼角滑下，连呼吸都变得颤抖起来。哥，我有什么错吗？我只是悔改的晚了一点而已，你们谢家摆布我的命运，我不该恨吗？可这辈子我醒悟了，我发现了自己真正爱的。啪！耳光反手甩到了沈幼楚的脸上，我面无表情，说那些都没有用，我们早就回不了头了，这辈子我不会再见你。我从楼梯间出来时，楼道里的风
风吹过脸颊，带来一阵冰凉感，伸手摸了摸，却摸到了一手湿润。我居然哭了吗？喜极而泣，还是劫后余生，如释重负？我不知道，但总归不是因为难过。不远处的墙上靠了个人，纤细的身影透着无限的玲珑与妩媚，只是看着就足够养眼。宁冰，我轻轻唤了他一声。白宁冰猛地抬起头来，下意识向我身后看去，确认了沈幼楚没跟上来之后，这才松了口气。聊完了他，该我了吧？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估计来不及了，我得回去搬家了。说完，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纸星星，塞进了他手里。我走了再看，电梯门缓缓关上，我看到白宁冰正低头认真拆着那颗纸星星，那是我翻箱倒柜终于在床头缝里找到的漏网之星，里面写着白宁冰对我的表白。沈浩然，要是你跟沈幼楚没成的话，回头看看我吧，等了你好多年了。而白宁冰现在手里的那颗，底下多了一行字，算不上回应，只是一串密码，我新家的家门锁密码。后来的后来，我跟白宁冰结了婚，安了家。叮咚，我的手机发出了短信提示音，正哄着女儿的白宁冰撇撇唇，神情别扭。老公，你的好妹妹又来了，酸死你得了。我用手指戳了下她的脑门，都当妈的人了，还这么爱吃醋。手指上滑，我打开了短信，沈幼楚发来的短信：哥，我跟谢丽安结婚了，你没来祝福我很遗憾。你和白宁冰过得一定很幸福吧？听说你们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真好，希望这辈子我们都能幸福。我抿了抿唇，随手删掉了短信，回头对着女儿拍了拍手，来，宝宝，爸爸抱。女儿没来，反倒是白宁冰搂紧了我，在我唇上亲吻。孩子先靠边，我的老公，我先抱，不让抱我就告你家暴。全文完。